香港人呢是政治上给英国人搞到个地步是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，所以对政治的事是非常不了解，包括最大的地产商。我在北京朋友就以为民生问题是现在这些难处的核心问题，我告诉你，绝对不是。民生是问题，但是绝对不是最核心的问题。最核心的问题是政治问题。怎么解释呢？第一，香港人的基因跟内地人还不一样的。1949年逃下来的，三反五反是跑下来的，大饥荒是跑下来的，文革跑下来的，89民运跑下来的。所以香港人的基因呢，跟内地的老百姓的基因呢，是有相当的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呢，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英国人也真厉害，英国人啊，就要培养出一种人来，是世界少见的。香港人是第一，完全没有国家观念的人。第二，香港人是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，国家观念没有。50年代他怕你有的话，你就跑台湾去，你就跟台湾勾结。到了70年代、80年代之后，特别是80年代之后，要是你有国家观念的话，你就可能跟北京挂上钩。然后呢，他也怕你有英国的国家观念，因为他绝对不承认你，早就说了不让你移民到英国去，是吧？所以他对国家观念呢是极度的敏感，无论你是对台湾的政府、对北京、对英国，就用经济来麻醉你。当然也有些好处，社会上优秀的人、有脑子的人，很多都往商界去跑，自然呢，商业气氛就浓厚就起来了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也就产生了一派人是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，也是政治无知的。香港不容许你讲政治，大政治更不容许你讲国与国之间的事儿。反正香港不是国家，从来都不是。那97年之后呢，改革治港了嘛，开始有政党了，那才开始玩地方政治。玩地方政治的同时，对大政治、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还是不懂的，完全没这方面的培养。那当然，你说内地的朋友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当然很有国家观念，所以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他们都会很注意。他们的难处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比较不容易客观的看国际的问题。香港人呢，是客观也没有，主观也没有，大政治完全不懂，地方政治也是97年之后才开始。特别是最近这2-3年，中美这个大格局的改变，香港就变了一个 pawn， 前面一个小卒小兵就是了嘛，再来一个。97年之后，香港从来没有个讨论关于英国的殖民地时代好在哪儿，坏在哪儿，英国人在香港做了什么好事儿，但是做了什么坏事儿，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的大辩论。不用说背后还有国际势力，你就是有些自己有用心的人，就把香港的年轻人完全的毒害了他们的。你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好多都是回归多少年了？现在22年，好多都是22岁不到的，就是30岁以下的那些当时也不过是18岁那你对北京有什么认识？北京没有对你不好吗？要是北京有什么情况，都是之前的事儿。那以往30年，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没有？没有嘛。但是呢，他们确实变了，就不是为了反香港政府，是反北京，是吧？然后呢，那些人控制了那个教育界，
孩子们读的书，以往这30年长大的那一班呢，现在在街头上那一班呢，他们受的教育都是所谓的范明写出来的东西嘛。那你说他政治意识是怎么样子的？我记得97年，北京派来香港的官员全部撤退，全部回北京，不管就是管好。当时候是没办法的办法，但是当时呢，北京可真的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，那也是一个错误的估计。我新加坡的朋友他说，香港人有政治人才吗？刚才我说政治意识都没有，何来政治人才？原本他们可能在写基本法的时候以为是一个行政的位置，其实是个政治位置。董先生非常好的一个人，但是要玩政治也没玩过，你要我玩政治我也不能，是吧？那有人竟然会把公务员证据当特首的，我说这个是荒谬的，不能再荒谬的事。香港人我说没有国家观念是吧？最没有国家观念是谁？是公务员。最不可以有政治意识的9线人士是谁？公务员。你想要把一个利放在一个官的位置上，还把利做特首，那谁的错？你不要说别的，你代表中央主权，那个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东西嘛。英国人在的时候把那个政治锁得死死的，临走之前特意把他开了门啊，请他出来，那你就受，那是英国人有意留给你的。1997年大概是3月左右，董先生去新加坡见李光耀聊天，李光耀就跟他说，他说英国人留了好多地雷，你要小心。我们香港人哪里懂这些？他是在那个政治斗争里长大的人，他懂，他也跟英国人打仗打了那么久，是吧？那我们香港人哪里懂？所以我说，中国第一低估了英国人，第二高估了自己，非常高估了自己，然后第三高估了自己前线那个人叫香港人，根本不知道香港人是没有国家观念，没有政治意识。你以为民生解决掉，别人就回家了？你幼稚了吧？我曾经跟国家有一些领导人好多年前了说过一件事，我说共产党是统战高手，周恩来总理是统战高手，但是要是他们看到你们97年之后在香港做的统战工作，我死不瞑目。那个国家领导人呢，立刻转身对那个负责统战朋友说，我早就告诉你，统战工作是要越做越开的，你们是越做越窄，是最高领导是意识到的，下面那个操作上完全是大问题。那电影明星要卖片子在内地呢，当然爱国，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在重要的那些社会里的所谓的精英阶层，会思考问题的，会写文章的，有几个爱港阵营里的人是被人尊敬。北京想过要用的人啊，好多都是无能的，在社会上我们都不尊敬他们的。前不久有个人也是北京来的，在聊天，他就说某某人为什么不行啊？他们讲的那些人的水平啊，都是低的啊，简直是可笑的。我说怎么搞的？
你真的那么轻忽对香港的事吗？要我全部人去打篮球，打 CBA、NBA， 你不是开玩笑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20年前我就说了，我说香港出生的时候就卖到不知道哪去了，或者是就被别人拐带去了哪儿了，根本他没有中国人的感情也没有，认识也没有，是吧？那这个儿子回来了，有钱嘛？但是我说可靠吗？所以我说北京不把上海做好做起来，那是对不起老百姓。那深圳大概也是类似吧，再加上位置上它去跟大湾区其他地方完全没有任何的隔阂。香港还是有，是吧？香港有什么？一般人只说一个，就是金融，是吧？不要忘记，金融是个服务行业，整个大湾区不是以金融为主体的，金融是服务行业，是服务别人。你别人的行业里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就用金融来服务，是吗？那香港有什么？我想来想去，只有另外一个东西：香港的大学相当好，香港的理科、工科、医科，是吧？等等，是相当不错的。除了这些之外，香港还有什么呢？97年之后，传媒呀、手套各方面的，都把这个年轻人啊，把他们弄成一个这样子。从前是自高，现在变了自卑，没钱了嘛。内地人有钱呢，那个落差好大。那香港人从没有道理的自高，比如说，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8年前还在说内地人来香港购物啊，还给别人打，拖着那个行李在旺角、在铜锣湾走，还给别人打，是吧？瞧不起他们。我心里想，你跟他们什么不一样哎？你爸来香港，早一代人来香港，早30年来香港就是了吗？是吧？你为什么瞧不起别人？有点思想的人是不会这样想的。那香港人会这样想的。然后呢，很快，短时期之内，掉过头来，就变得非常自卑。昨天晚上我跟老婆去吃饭，我们两夫妇啊，听周边的人呢，是什么人呢？那是个很好的菜馆，比较贵一点的，都说普通话的。然后在背后有香港人，有外国人，啊，煽风点火一下，干柴烈火，就这样子了。自己不求上进，就懂得别人的错。entitlement 叫什么？什么都是世界欠他，哎，世界欠他的，理所当然，我该得的，你怎么不给我？所以呢，根本就不求上进。我10几年前、20年前，我就跟香港人说了，我说要是我是你，我一定往内地跑。以往这20多年来，好多做法都是跟基本法原本的意思不一样的，像立法会的议事规则，搞得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不要忘记哦，立法会的主席都是要中央，是吧？那借着这个机会啊，回归基本法，正本清源，回归基本法，必须要有一个
强人，就是有能力的人，政治能力，不是治理的能力，就不是吏是官。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，叫北京对香港有比较正确的认识，不要太过自信。我最近在北京住了几天，跟那些人不同的人聊天，都是有识之士。比如说，有人跟我说，香港都是你们房地产商搞出来的问题。我说，首先，我已经20年，差不多20年了，没有在香港买过什么土地，所以我已经退出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差不多了，不是完全，基本上，所以我是算是比较客观的。我说香港房地产商啊，你不能把一切的罪过推到他们头上去，也不是我为我的朋友们说话。我承认香港房地产商有几个很严重的缺点。第一，私心太重，社会的公益心不够，私心太重。第二，政治真的是一窍不通，一窍不通。那么房地产原本不应该是问题，现在全香港只有24%左右的土地是已经盖了房子、盖了路、盖了桥的，那个当中住宅当然快，很小的，你把郊野公园2%拿出来，你增加土地全香港增加土地10%几，你想想看，97年董先生7月1号很快就宣布了，一年盖85000套，要是真的做，那也就今天就没难处，根本解决了问题了。当然不幸运的是，7月1号是香港回归，7月2号是亚洲金融危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结果呢就不能做了。那不能做，早晚还是应该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结果呢，就完全没做。所以我说，香港房地产地价贵，有3方面的罪人。第一，泛民，基本上以往20多年来，该卖地的时候，泛民不要卖；不该卖地的时候，像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，快卖地。而他们的原因不是经济原因，都是政治原因。逢中必反，逢香港政府也必反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因为政治原因，泛民22年来是完全误判了香港的房地产市场。那是第一。第二，曾荫权。董先生要卖地，但是不幸运，亚洲金融危机卖不了，没办法。下台之后，曾先生上了，应该卖了吧？他在任大概8、9年了，头6、7年卖地是0，不合理的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是因为少数的房地产商私心太重。要曾先生不卖，他就不卖。最少在 SARS 之后，到了05年，绝对是应该开始卖地的时候。我们大部分的房地产都叫他卖地，他就不卖，他就听1、2个不卖地。所以今天问题就在这儿啊。当然，第3个该负责任的是谁？该负责任的就是要曾先生不要卖地那几个人。
梁先生他是地产专家了吧？上海的卖地啊，那个条款他亲自用手写的，他懂了吧？他愿意卖地了吧？结果呢？梁先生下台为什么？好多人就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影响嘛。为什么他没上台的时候就不让他上台？宁可要找一个傻瓜来当特首，傻瓜好摆布嘛，就不要梁先生上台。到了他上台之后，就把他弄下来了。到了林郑，你不要说林郑完全没做事，在卖地的基础上，林郑也是做过不少的努力的。他从前是发展局的局长，他非常懂得，是吧？而且这两个人，老周，我告诉你，在我个人的认识，梁先生也好，林郑也好，都是相当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，都是要社会比较贫富不要悬殊，都是要大家安家乐业的。林郑也不能搞出一些地来，也是同样的原因，政治挂帅的。凡是你政府要做的事儿，他们就反。你说民生房子太贵太小一大堆问题，都是政治问题。香港不过是整个地缘政治，还不只是地缘经济了，现在已经超越地缘经济，地缘政治这个大盘棋里的一只小卒而已嘛。他打击香港，为什么打击香港？是打击你北京。正如那个泛民不是冲着你香港政府，是冲北京啊。那你说那个不是政治是什么？